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海道知识单提。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北海道露营的基本攻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摇曳露营》这部动画呢？这部动画可以说是把日本的露营风潮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而经由媒体的推播呢，其实也让不少海外的观众想要一尝日本露营的这种摇曳感觉。单提当然也是不例外，从初次在北海道露营，一直到现在，大概也有快要2年的时间了吧，总算呢也能够露出一点摇曳感了。所以在今天也能够稍微有点自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单提这2年来在北海道露营的一点心得，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在未来计划北海道露营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参考资料。北海道的露营资讯究竟要去哪里找呢？单提这边推荐2个网站给大家参考，连结老样子一样的放在说明栏当中。其中一个呢叫做 NAPU，NAPU 其实不止北海道，它囊括了全日本的露营场，都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检索得到。那同时呢，它也附上了使用者的评论以及评分，我觉得算是初次检索的话蛮简单易懂的。第2个网站呢叫做 Asate Camp， 这个网站呢基本上就是只能检索北海道的露营场了。不过北海道露营场说实在也够多了。它在搜寻的分类上呢，基本上比 NAPU 要更容易阅读一些，整个检索的方式呢也比较细致。比如说你想要找海边露营场，想要找湖边的露营场，想要找有木屋的露营场，都可以在它上面用这些分类来做检索。当然，单提自己是有买了本露营书啦，毕竟纸张一页页的翻起来，有时候会比电子检索更有种温暖的感觉吧。我这边只罗列一些比较重要的，顾名思义就是管理这个露营场用的嘛。基本上像是 check in 啊、shower 啊，然后主要的厕所啊，还有一些卖一些里里扣的东西。那日本的露营场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在你进行 check in 之前呢，你都必须先把车子停在这边。check in 完之后呢，才能够开到营区里面去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它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营位。那在日本呢，其实露营场的营位它的一个呈现方式真的是霸就。那我单提呢这边就列出最3个基本的种类。首先第一个就是 free side， 那所谓的 free side 呢，指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啦。那在这个开放的区域当中呢，基本上你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保持适当的空间，你帐篷想要怎么搭都行。第2种呢叫做 tendo side。Tendo side 呢，它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露营区，就是会有一块一块一块画好的位置。那基本上呢，你的帐篷呢，就是只能搭在这个位置里面。那你不能说我租了一个 Tendo side， 然后我一个帐篷搭在中间，跨2个区域这样。最后呢，就是 auto side。auto side 呢，就是代表你的车可以直接开进去，那它就会在你的营位旁边，让你上下东西都比较方便，不用从停车场大老远的搬过来。那这个 auto side 呢，其实还可以稍微再细分一下，可以分为 Dengen Tsuki 跟 Dengen Nashi， 也就是有附电源插座的跟没有附电源插座的。那有的呢还会再分有没有调理台，有调理台跟没有调理台的。那这个就看各大露营场的规定。在日本的露营场里面，木屋基本上可以分作2种类型。如果你看到是 cottage 呢，就代表这一栋木屋里面大致上都已经附有基本的炊具了，那也会有基本的寝具。住起来呢，就有点像是台湾小木屋的感觉。基本上你大概只需要带自己的盥洗用品跟准备食材，你就能够在这边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另外一种木屋的形式呢，叫做 bungalow。所谓的 bungalow 呢，它也是一栋屋子。只是这栋屋子里面通常什么都没有，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这个 bungalow 呢，就是提供给你一个遮风避雨睡觉的地方。通常不管是 bungalow 还是 cottage， 车子通常可以直接开到旁边，大部分不需要再从停车场大老远的把东西搬过来。租赁在日文呢就叫做 rendaru。如果你在这个营场的官网标示上，你有看到可以 rendaru 的话呢，就代表这个露营场是有提供一些基本的露营装备租赁的。大概呢内容都会有帐篷、天幕、桌、椅、barbecue set，
有的应该还会有灯，然后睡袋，之类的。那齐全的程度呢，就是看各大露营场而定了。如果呢，你真的想要什么都不带就来到这个露营场体验一下露营的户外摇曳感的话呢，丹提呢会建议你认识这个日文单字，叫做 Tepura Camp。Tepura Camp 的意思呢，就是你两手空空，你只要两手空空来，什么都不用带。基本上呢，营场呢会帮你全套准备好所有的露营装备。这个计费啊，其实是丹提当初在刚接触北海道露营的时候，一直非常头痛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计费的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首先，日本的露营场有些是有提供 hikari 的服务的。所谓 hikari 呢，就是你不需要在这个营场过夜，你可以早上去，下午走。那它的费用呢，基本上就会跟过夜的费用稍微有点不同，大致上都会比较便宜啦。所以呢，你在搜寻费用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个是过夜料金还是 hikari 的料金哦。OK， 那在营场的计价方面，大概可以分成人头收费跟营位收费两种类型。所谓的人头收费呢，就是看你进去几个人就收几个人的钱啦。那如果是营位收费呢，就是看你总共租几个营位。大部分露营场呢，通常都是人头计费加上营位计费两个合计在一起的计算方式。比如说丹提最近去的伊湾奈马林 view 这个露营场呢，它就是人头一个人是收700块的使用料，那再加上这个营位呢，它是属于天都赛斗，那它是有一个区域，那里面一个一个隔好的营位，一个营位是1000块，所以假设我2个人去的话呢，就是700加700加1000，加起来呢，总共就是。还有一种计价方式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会采用你帐篷的数量来计费。那这种计费方式呢，通常他们会把帐篷跟天幕这两个东西分开计价，帐篷一个钱，天幕一个钱。有的更复杂了，它会融合了前面所谓的人头计价，也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人头、天幕、帐篷，砰。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在北海道露营跟在台湾露营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不过单提啊，毕竟在北海道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对于台湾露营的印象呢，大概还停留在10年前吧。如果最近有什么长得不一样的，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觉得在北海道露营跟在台湾露营，其中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关于停车的位置。基本上在单体的印象当中，在台湾露营，车子大概都是可以直接开到你的营位旁边，甚至是附近。那在北海道的话呢，车子究竟能不能进到营区里面，100个露营场就有可能会有100个不同的规定。比如说富良野一个非常有名的露营场日出公园露营场，它就是车子必须要停在营区的外面，必须用的 Leia Car 把自己的露营装备呢推着上坡，载到固定的点去。其实蛮辛苦啊，毕竟露营露久了，装备就会越来越重装啊。日本的露营场呢，它会有一个固定的 check in 跟 check out 的时间，大部分呢都是下午1点到2点之间，你可以进行 check in。那 check out 时间呢，大概都是早上10点，也就是说混夜冲啊，在北海道露营呢，基本上你是不太可能半夜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就先去把帐篷搭好的。这个固定的 check in check out 时间呢，是专指有管理的露营场哦。如果是一些野营场啊，没有管理人的，也不用钱的，那个当然是自由进出了。不过呢，即便是在野营场，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夜间的礼貌。在日本的露营场呢，基本上晚上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之后呢，露营场就不开放大家进出了。那也会呼吁大家呢，在那个期间之后减少柴火的使用，那交谈声音也尽量放低。就单体自己的观察上来说啦，其实在日本的露营场，我觉得大家都蛮早睡的。基本上呢，在10点左右，大家其实就睡得七七八八了。真的会在11、2点还在喝酒聊天、噼啪吵的人，说真的算是蛮少的。所以呢，单体以前啊露营的时候，都会带投影机去看影片。但周遭啊真的是蛮安静的，所以后来丹迪也不这么做了，因为真的怕会影响到别人啊。
基本上呢，只要是有管理的露营场，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通常管理人大家就会跟你说明这边垃圾分类的方式，也会给你相对应颜色的垃圾袋，请你做好垃圾分类。那即便是在野营场呢，如果他有提供丢垃圾的地方，通常也会告诉你如何做垃圾的分类。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北海道，不是所有营场都可以把垃圾扔在那边的。有一些营场呢，它是没有提供垃圾的清运，也就是你使用过的垃圾，基本上你要自己带走。所以呢，如果你打算今晚就要在露营场大鱼大肉嗑海鲜的话，可能呢要先注意一下这个露营场关于垃圾的相关规定，不然你可能会吃了一大堆的壳，最后你得要打包带上车哦。北海道的夏季气温呢，是属于白天气温高，但是夜间整个气温会瞬间的降下来，属于日夜温差大的类型。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营帐基本上外面大概都会是湿的啦。那外面的草地上呢，也通常都会是露水。所以呢，在北海道露营呢，我通常会建议说，你可以准备一双像是布鞋鞋那样子的鞋子，才不会早上起来穿上袜子，穿着的球鞋出去盥洗的地方踩一圈回来，哇，脚都全湿了，那整天就是会相当不舒爽啊。因为晚上偏凉，建议大家保暖还是要做足。第一个睡袋，你可以自行携带比较好的睡袋。那轻薄的羽绒衣呢，或是一些简单的防风保暖衣物，建议还是要携带。白天呢，你可能短袖短裤，晚上温度降下来之后，你就会想要套上件外套了。首先呢，考量观光地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大家出国来北海道玩，你总不会只想来露个营，然后就回国吧。所以呢，单体这边会建议大家挑选重点北海道观光区域的露营场，富良野、石森代广、洞爷湖崖梯山周边以及函馆周边这几个地方呢，都算是属于附近有蛮多观光景点可以去的。你的旅行方式可以变成说，我来到这个露营场呢，扎了营之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过夜的秘密基地。那我白天呢，可以到附近的观光景点去玩，晚上呢，在这些观光景点采买之后，就回到我的秘密基地，开始烹调大餐，享受一下这边夜间的氛围。单体觉得这样一个辐射状的旅游方式，其实是非常适合用露营来呈现的。再来就是，既然都千里迢迢的来到北海道露营了，露营场呢，千万不要挑那种太普通的。有人会说，我想要在北海道的露营看星星，我要去挑那种星空露营场。单体告诉你，北海道基本上所有的露营场，不要说露营场了，只要是乡下一点的地方呢，基本上你走在路上都看得到满天星空。我觉得星星可以不用是首要的考量，但是大景是一定要的。很多露营场都会有那个决定性的大景，比如这个单体去过的出山别露营场，大家看看这个海景；比如单体去过的洞爷湖水边之里柴田露营场，大家看看这个湖景。这些都是非常棒的选择，非常建议在搜寻露营场的时候，不妨可以搜寻看看别人的评论，别人拍的照片，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有大景的露营场，这样中午下午配饭吃也更赏心悦目一些吧。再来就方便性考量，有些人露营可能会不太习惯没洗澡，所以呢，单体会建议你在搜寻露营场的时候呢，可以尽量找附近就有温泉的露营场，比如说刚刚同样讲到的出山别露营场，它旁边就是Michi-no-eki道路休息站，非常方便。紧邻的休息站呢，还有一间温泉旅馆，可以泡汤泡温泉，复合设施功能性非常的足，就非常适合作为初次露营的一个考量营场。最后一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毕竟是在海外，如果你是一个人轻装露营，那还有可能把一些道具从台湾带过来。但是呢，如果你是家庭，实在是不太可能从台湾拉一堆重装备过来。这个时候呢，提供租赁露营道具的露营场，或者是有 Tabula Camp 体验的露营场，就非常的重要。其实，如果你是第一次露营体验的话，单体其实非常建议，就像滑雪一样，第一次先用租的就好。毕竟这些露营装备一样一样买起来，真的不比滑雪要省钱啊。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北海道露营基本攻略。希望呢可以给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来北海道体验露营，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规划的人，一点简单的建议跟参考。单提的滑雪学校 JD
在夏天呢，也提供了一系列的户外体验。除了在24股羊蹄山区域，我们有坐单车以及 SUP 的体验行程之外，露营同样也是有的。如果呢，你对于在羊蹄山、洞爷湖周边的露营场有兴趣的话，欢迎哦，也可以直接来咨询我们的线上客服，相信呢，他会帮你安排一趟专属于你，而且是由单蹄亲自带领的露营行程。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就从影片说明栏的连结去联络我们的线上客服吧。好，那在影片的最后呢，如果大家对于在北海道露营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非常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单蹄呢，最近也会在自己的粉丝页北海道知识分享一些单蹄在这2年间去过的北海道露营场资讯，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参考。有兴趣的话，也不要忘记追踪按赞。那我是北海道知识单蹄，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希望不管是在这个夏天，或是之后的北海道夏天，都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在北海道的露营场相会。那影片呢，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会员宣传时间，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屁下面吗？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放心，绝对不会爆炸，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